南京天价厕所花费半个亿，亲身探秘土豪厕所，令人大开眼界。耗资几千万打造的南京德基广场卫生间，以博物馆级的奢华颠覆传统公厕认知，成为网红打卡地。今天我也将去亲自打卡，1个小时上6次厕所，体验这些厕所的极致美学，看看它们是否能够打动我的内心和前列腺。德基广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，是一个定位于高端商业的综合购物中心。2014年，南京德基广场以销售额达66.4亿元超越正佳广场，位列中国第一。2024年，南京德基广场实现全年销售收入245亿元，再次刷新自身纪录。走进德基广场，富贵之气扑面而来。这里汇聚了超200家国际一线品牌，超过95%的一线奢侈品牌均已入驻。既然业绩这么好，又是主打中高端，那么厕所必须也要体现王霸之气。我的这趟上厕所之旅，决定从造价最高的厕所开始，那就是位于3楼的夜店风厕所。它造价2000万，有些赛博朋克的风格，顶部的反光镜面非常炫酷，仿佛误入蹦迪舞厅，各种光柱灯球，感觉只要再给点电音曲风，我就快要左边右边摇摇头，2个食指就像2个窜天猴，指向闪耀的灯球。有人说造价2000万，是不是有一点浮夸？我专门去摸了一下那些灯球，手感细腻，光滑紧致，透亮水润无瑕，造价肯定不便宜。这么多面墙都布满了灯球，我感觉光电费就不是个小数目。这么顶级的厕所，来都来了，应急也要走个流程。但尴尬之处在于，眼睛都看花了，四周全部都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灯光阴影和假象，真正的厕所入口却很难找。几番摸索，终于抵达，却尿意全无。突然想起小时候在梦中找厕所，总是找不到，费尽一番周折后，终于找到厕所，却是现实中悲剧的开始。所以有时候如愿也并不是什么好事，平凡和坚韧或许才是幸运的。接下来是造价1000万元的中式禅意风厕所，亚克力板大规模使用，现代的灯光加上中式树和竹的元素，我个人感觉这个厕所的艺术创意比较平庸。这些厕所的休息区面积都很大，所以设施很完善。接下来是造价1000万的炫目音律风厕所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进入了第2个酒吧厕所，顶部也使用了反光镜面，导致通道像是进入了一条音响的隧道。里面还摆着一架钢琴，有时候还有演奏者在这里表演，在厕所里听着梦中的婚礼，可能对肛裂症状带来改善。里面红蓝的座椅都是透明的，与顶上的装饰相呼应，视觉冲击感很强，颇有些后现代主义色彩。接下来就是造价800万的热带雨林风厕所，相对于前面的1000万级以上厕所，听上去造价不太高，但效果却非常出彩。里面有许多绿色植物，便有了生命的呼吸感。相比于前面酷炫的设计风格，这个热带雨林风更有亲和力。于是我进去努力而专注地滴了几滴，以表敬意。这是造价1200万的迪拜风厕所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土豪风格，略微加了一些阿拉伯元素。这个厕所人气最高，休息区的座椅基本都坐满了。这些豪华厕所容易带给人一些不着调的想象，比如对面就是背着爱马仕的贵妇，因为便秘脸憋得通红，旁边一碗企业5次的老企业家面对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尿分叉的现象嗟叹时光飞逝。商场里摆着一辆印第安摩托车，价格为15万元起，是典型的美式高端摩托车。100年前，美军曾大量装备它。我记得6年前去印度时，印度人骄傲地指着印第安摩托说，这是印度生产的，我当时是真的相信了。这是造价500万的欧式简约风厕所，用男女雕塑来区分性别，非常的直观，非常的隐性。当我站在中庭的顶楼往下望时，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唯美的角度，层层叠叠伸出的走廊，在灯光的烘托下极具艺术美感。坦白地讲，这里应该是国内购物中心当中的佼佼者。来到这么高端的购物中心，我再怎么也要放肆地消费一波。爱马仕 LV 我消费不起，
来2斤周黑鸭还是可以全款拿下的。南京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，就是鸡鸣寺。鸡鸣寺近几年在网络上爆火，其原因令人震惊。人们去寺庙祈福，必然都是希望美好的愿望成真，但鸡鸣寺正好相反，求签不灵，反生灾害。也就是说，不但好的愿望实现不了，还会带来一些灾祸。有不少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称，去过鸡鸣寺后遭遇各种不顺，如近700位年轻人称去过鸡鸣寺后罹患感冒，近300位丢失化妆品，3000余位去过后分手，1000余位去过后挂科等，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最可怕的是姻缘诅咒，有戏称鸡鸣寺是孽缘粉碎机，情侣同游必分手。有游客现身说法，孽缘一起去，1年之内必分开，甚至衍生出孤身前往，单身3年的单身警告。还有人称鸡鸣寺专斩烂桃花，让求姻缘的人反而难以脱单。但更诡异的是，专门给人带来坏运气的鸡鸣寺常年游客火爆，香火旺盛。这是为何呢？因为有人发明了反向祈福法，虽然情侣同游必分手，但分手后会迎来正缘，找到最终的真爱。还鼓捣出了一些祈福的套路，比如求脱单的顺时针绕塔，求分手的逆时针绕塔，在药师佛塔前默念前任身份证号，可加速孽缘消散。想到这里，我看着鸡鸣寺的游客里一对一对恩爱的情侣，内心非常的复杂，他们到底各自揣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游览鸡鸣寺？越想越吓人。另外，如果你的前任突然联系你，问你的身份证号码，此时你一定不要以为他要和你旧情重燃，他必定是要去鸡鸣寺，在药师佛塔前咬牙切齿地默念1000遍你的身份证号，恨不得把你咒得永世不得超生。除了姻缘之外，还有人来鸡鸣寺祈求老板主动辞退自己，毕竟主动辞职舍不得，要赚钱过生活，但天天当牛马受气又实在难以忍受。如果老板主动辞退的话，属于客观不可抗力，不会留下遗憾，所有的精神内耗都消失了，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一段时间。在鸡鸣寺休息的期间，看着大树枝叶间的浮光掠影，突然想起了10年前一段浅浅的缘分。那是在老挝湄公河边的小城琅勃拉邦，一个初夏的午后，我坐在波光粼粼的湄公河畔，对面的山峦像一个躺卧的男人，河这边的普西山则被人们称作女人山。江风轻拂，送一个短发的吊带女孩来到我的身前，纤细的吊带勾勒出大片雪白，我盯着那片雪白看了10分钟，内心纠结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鼓起勇气告诉短发女孩。她的背上有一只硕大的蚂蚁在爬。女孩果然也是中国人，当时就慌了神，东南亚的蚂蚁那是相当毒，她赶紧冲我说：“你愣着干嘛？快给我打呀！”我望着那一片雪白，伸手迟疑了很久，最后屏气蓄力，一股劲道从丹田而起，凝聚于手掌，对着那只蚂蚁发起了雷霆一击。蚂蚁被雄厚神力所击毙，女孩的危机解除。对于这一次英雄救美，女孩笑靥如花，约我晚上来湄公河边喝酒。我不由脸颊一热，心头小鹿乱撞，用3秒钟畅想了我和短发女孩从相遇相识到相知，然后在教堂接受大家的祝福，最后年迈永别时，像《指环王》里台词所说的，人生精华画面重现，感叹人生只须臾而湄公河之悠悠。我果断拒绝了短发女孩的邀请，女孩遗憾地转身，带着背上鲜红的五指印，消失在湄公河畔夏天的清风之中。越战期间，美国对老挝进行了大规模轰炸。当时，老挝毗邻越南西部边境，是北越军队的重要补给渠道。美国为了破坏越南开辟的经老挝峡长山区通往南方的道路，切断北越军队的补给线，从1964年至1973年对老挝发动了大规模轰炸行动。美国在老挝共发动58万次轰炸，投下200多万吨炸弹，累计约2.7亿枚集束炸弹。由于集束炸弹本身的特点以及投放环境等因素，约30%未爆炸，约8000万枚小炸弹散落，隐埋在老挝国土上，疑惑至今。为什么那天晚上不和短发女孩一起去湄公河边喝酒？因为我和几个刚认识的兄弟约好晚上去拜访一位老挝的炮弹收藏者，他收藏了各种大小炮弹，
其中还包括没有爆炸的哑弹。我们可以坐在哑弹上拍照，还可以抱着哑弹拍照，那场面一定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感人。10年后的今天，我孤单地坐在鸡鸣寺，回忆起这段往事。如果能让我再穿越回10年前的湄公河畔，再让我选择，我一定会果断而坚定地选择去赴女孩的约，然后带她一起去看炮弹。穿过世界的海洋，在未来的风里流浪。我在空中挥舞手掌，你迎风歌唱。我们开着时光机，在无垠的星海夜航。窗外宇宙星河灿烂，你泪光闪闪。一个擦肩，远过一个光年。我在时间河流旁，等你看过繁华落尽，再和我一起旅行。一个转念，便是平行世界。我在安静旋转里，等你赴我理想之境。不管你是否